很多人挺努力的，也在拼，但有时候选错了方向，拼了十几年、几十年，可能效果并不好，也不开心，眼睛一闭一睁，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。我们继续学习《杂含》卷13第307经，这上篇类似，只是加了寄送。尊者，我再用寄送来回答。心法是心法和心所法的略称，心法指60，也叫心丸。心所法是辅助心丸的成属，包括辅助60的触、受、想、思等等，这些称为心所。伏伽罗也翻译为补特伽罗，这个伽应该发嘎的音，指人或者众生。阿楼奢指人，意识所生的人。摩那婆指少年。这几个概念在其他宗派中经常用来指人的灵魂实体，类似于中国人说的魂魄、阳神之类。当眼根遇到色尘，升起心法和心所法，包括眼识，还有和眼触一起升起的感受、概念、名相等等。这些身心现象不是我，也不是我的，也不是各宗派所谓的灵魂实体，这些都是因缘生灭，会无常败坏的五蕴。人们为这些现象定义了很多概念，比如众生、人、补特伽罗，还有其他很多概念，像姓名、种姓、寿命、血统，这些都源于不断无常败坏的五蕴。由于贪爱和无明形成业力，众生不断累积未来世的五蕴身心。其他宗派所说的二元论，比如耆那教的灵魂和身体的二元论，婆罗门教一切将归于梵的二元论，这些学说只是空有言说，听了之后只会让人更加疑惑。完全熄灭贪爱，永远消灭无明，爱欲尽除了，才能到达苦海边际。这是无上佛陀的智慧。世尊的智慧非常朴实直接，没有什么玄乎的内容，但你真正操作起来会被很多理论误导，什么管理生命能量，什么要到达更高层次的觉知和喜悦，什么要找到真我，找到本我，可花哨了，都是换的法子，说着错误的二元论。308经，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，天人和人类都沉迷于物质享乐，沉迷于各种美色、妙音、香气、美味、触觉、想法，但这些事物都是无常变异的，终将消失。消失的时候，天人和人类就会升起很大的痛苦。但如来却能透彻认知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这6层，还有它们的集起、它们的消亡、它们能产生的短暂作用、它们能带来的过患，以及如何从中解脱。因为能透彻认知，就不会再沉迷于物质享乐，即使这些事物再无常败坏，他们内心依然安乐。为什么呢？当眼睛遇到色尘，升起眼识，跟尘识结合，产生眼触，由于接触而升起感受，痛苦、快乐，或者不苦也不乐的舍受。对感受如何激起，如何消失，产生的短暂作用、过患以及解脱的方法都如实知道。由于色尘而引发的烦恼被彻底清除，这就是无上的寂静涅槃。6根都是这样。接着世尊又以偈颂重申，众生对色声香味触法6种境界一味的贪求，深深沉迷其中，天人和世人都以此为乐，可当这些事物败坏消失时，他们便陷入痛苦。唯有圣贤智者看到他们的消亡，内心依然能平和欢喜。世人眼中的快乐，在智者看来如同毒药。圣者视可爱烦恼为痛苦，世人却当作快乐。世人看无常是痛苦的，圣者却以观修无常为快乐。如此深奥的真理，世人难以理解。他们如同被黑暗笼罩，盲目愚痴而看不见真相。唯有具足智慧者才能破除迷障，看见光明。这深邃的法义，若非圣者，谁人领悟？只有不再轮回的解脱者才能彻底明白。非常写实，全世界大多数人的确就沉沦在各种可爱之中。目前中国整体经济是下行的，即使不下行，我们都会遇到各种挫折，各种不如意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家庭是无常的，亲密关系可能会出现裂痕，事业是无常的，可能会突然停滞不前，乃至分崩离析。身体是无常的，健康可能会突然出现问题。绝大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，都会陷在深深的痛苦中，无法自拔。圣者却能时时观察无常，
他们当然也可能会有事业、亲密关系和身体。当无常来临时，他们会沉着应对，但不管结果如何，他们都会接受。如果说降服烦恼好像是飘在天上的口号，世尊教法的现实意义就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多一份心安，少一份烦恼，不会担心独处，融入社会时也不担心不被接纳。309经，占婆国通常翻译为占波城，央家国都城。央家国是16大国之一。接加持占波城里的一个莲池，世尊和弟子们曾经住在岸边的树林里。当时世尊住在占波城的接加莲池边。怒钮，央家国人，听法后出家，他的父母很有钱，妈妈就是入母讲堂的捐献者。第二注相应部翻译为有伴同住，这样更好理解。一注相应部翻译为独住。怒钮尊者来拜访世尊，顶礼后退坐在一边。他问：世尊，您曾提到有伴同住和独住，请问什么是有伴同住？什么是独住呢？善哉善哉，怒钮，你能提出这样的问题，非常好。什么是有伴同住呢？当眼睛看见令人喜爱、愉悦的事物，念念不忘，被欲望牵引，如果比丘因此感到欢喜、赞叹、执着，心沉溺其中，这种欢喜会逐渐加深为贪爱，最终带上了心灵的枷锁。六根都是这样。这样的人即使独居深山，仍属于有伴同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贪爱未断，因此被称为有伴同住。什么是独住呢？当比丘面对同样诱人的事物时，内心不生欢喜、不赞叹、不执着，因为不执着便不会陷入贪爱，心灵自由无碍，这就是独住。六根都是这样。这样的比丘即使身处繁华高楼，依然是独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彻底断除贪爱，自证之知，这就是独住。即使你全身挂着念珠，身披青衣，住在深山老林中，如果内心的烦恼不断，可爱不断，骗得了别人，却骗不了自己。同时，即使你身处闹市，每天要工作，要照顾孩子，如果心对六尘不留恋，不执着，这就是独住。310经，怒钮尊者继续来请教，世尊的回答基本是一样的，但这一次怒钮尊者证了阿罗汉果，这就是重复的力量。311经，这篇的主角是议论第一的富楼那。当时富楼那来拜访世尊，顶礼后他说：世尊，请您为我说法，让我能在独处时能精进修行，不放逸，乃至能自证自知，不受后有。善哉善哉，你能问我这个问题，你认真听，我为你解说。如果比丘看见美色，听到妙音，闻到妙香，尝到美味，心生欢喜、赞叹、执着，贪爱会变成心灵的枷锁，使人远离涅槃。六根都是这样。如果面对诱惑时不生欢喜、不执着，没有贪爱，心就不会被束缚，就能逐渐接近涅槃。我就这样简略说下。你打算去哪里呀？世尊，承蒙您的教诫，我打算到西方的舒卢那地区。舒卢那有时候翻译为苏那，现在印度西北部的索帕拉，是个港口，也是富楼那的故乡。舒卢那人凶恶、轻浮、粗暴，喜欢辱骂。如果他们辱骂你，你怎么办呢？世尊，如果他们辱骂我，我会想，他们可真善良，虽然辱骂我，但还不至于用手、用石头来打我。辱骂你，你还可能躲避；如果他们还用手、用石头打你，你怎么办呢？世尊，我会想，他们可真善良，虽然用手、用石头打我，但不用刀枪棍棒伤害我。如果他们还用刀枪棍棒伤害你，你怎么办呢？我会想，他们可真善良，虽然用刀枪棍棒伤害我，但不杀害我。假如他们杀害你，你怎么办呢？世尊，如果他们杀了我，我会想，世尊有些弟子因为厌倦生命，会寻找各种手段结束生命，比如用刀、服毒、上吊或跳崖。这些舒卢那人很有智慧，他们只是稍稍用了点手段，就帮我从这腐朽的身体里解脱了出来。当时有人修不净观，厌离过头了，
同时又有个人拿刀行凶，僧团出过事故，死了一些人。不同传承的资料都提到过这件事，基本能确认这是真事。这次事故之后，世尊自戒，禁止主动结束生命，也禁止劝导别人主动结束生命。在我可能错了中，毕老师最终选择了安乐死，这在中国是不合法的，也不被推荐。但对于一个被疾病折磨，已经到了生命晚期的病人来说，到允许安乐死的国家结束生命，这是个人的选择。是非对错还要看具体的人、具体的事，还有所在社会的接受度。而这里富罗那表达的是舍身取义的精神，死的不怕，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还怕花几年时间做阿含的解说视频吗？还怕承受国内各平台的打压和限制吗？还怕时不时出现各路大德的耳提面命吗？如果想清楚了，这些都无所谓了。善哉富罗那，你忍辱学得很好呀，你的确足以承担起在苏卢那弘法的责任。你去吧，度化未度化的人，让未安宁的人得到安宁，让未证涅槃的人证得涅槃。富罗那非常欢喜，顶礼后就回去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他穿好衣服，拿着钵盂到舍卫城乞食。吃完之后，他整理好卧具，带着衣服和钵盂前往苏卢那。到达后，他在那里安居3个月，为500位居士说法，建立了500座寺院，寺院里的卧具、用品等都一应俱全。安居结束后，富罗那证得了宿命明、天眼明、漏尽明3明，就在那里入无余涅槃。为500位居士说法，这个没问题，在巴利本也有。500在古印度并不是指刚好500，只是说人数挺多的。500座寺院，对照富罗那教导精进第一的21尔时，等了好几年才能给他受戒，因为受戒需要10位比丘做认证。富罗那几年都凑不齐人数。从这件事情可以说明，那一代听法的人应该有一些，但出家人很少，500座寺院更是谈不上。而且应该不是3个月就入灭了，他在那里待了好几年，之后还和舍利弗讨论过法义。在巴利本中，也是说他在第1年的安居中证得3明，只是说之后的安居中入灭。这里有些问题，但不影响我们理解整体的意思。312经，摩罗伽救，准确应该翻译为摩罗伽子，他的妈妈叫摩罗伽，婆罗门种姓，也出家了，在晚年证得3明6通，成为阿罗汉。摩罗伽子其实之前就出场过，他就是中阿含监狱经里的那位曼童子比丘，只是翻译的不同。在监狱经中，罗摩伽子向世尊提出十事无记：世界是有边还是无边？世界是常还是无常？有没有灵魂？涅槃后是来还是不来？就是这4个问题的排列组合。还威胁到，如果您不知道，就直说不知道，说明您能力不够，不是正辩知，我要还俗。人挺冲挺轴的，对吧？世尊跟他说了一个比喻，一个人中了箭，应该立即想办法拔箭，之后敷药止血，而不是先研究这箭是谁射的，用什么材质做成的，箭与质地如何。但实际上，绝大多数人都在做这样舍本逐末的事情。我们应该直接灭除烦恼，而不是去研究那些虚无缥缈的理论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。罗摩伽子虽然听了教导，但并没有改变，在玄学的路上越走越远，好像还挺忙，但并没有在心上下功夫。一转眼很多年就过去了，人也老了，他又来了。当时罗摩伽子比丘来向世尊请教：世尊，请您为我略说法义，听完之后我会精进修行，直至证阿罗汉。那些年轻聪明根气敏锐的人，刚刚出家不久，对我所教导的法都还没有懈怠，更何况你现在已经年老，耳聋目昏，还想让我略说法义呢？一般来说，向世尊要求略说法义的，都是想临门一脚速证涅槃的。您赶紧传我一个秘诀，我回去努力修就能正果啦。世尊，虽然我已经年老，耳聋目昏，但我仍然希望您能为我略说法义，之后我会精进修行，直至证阿罗汉。别求了，我不想讲。世尊拒绝了3次，看他仍然不依不饶的，
最终还是同意给他讲法。世尊说：我现在问你，你回答我，如果你从未见过美色，你是否会因为想要见到美色而产生欲望、喜爱、念念不忘、执着呢？不会的，世尊。如果从未听过妙音，从未闻过妙香，从未尝过美味，从未有过好的触感，从未遇到让心生欢喜的法，你会产生欲望、喜爱、念念不忘、执着吗？不会的，世尊。善哉善哉，罗摩迦子。当看见时就只是看见，当听见时就只是听见，当感受到就只是感受到，当有了意识分别就只是有了意识分别。下面这句参考下相应部的内容。如果这样，罗摩迦子，你就不会被贪嗔痴所束缚，不被束缚就不会执着于所看到、听到、感受到的一切。因此你既不会执着于今生，也不会执着于来世，更不会执着于今生与来世之间的任何状态，这就是痛苦的终结。我明白了，世尊。我明白了，善士。你说说你怎么理解的？罗摩迦子就以偈颂回答：如果见了美色之后，却失去了正念，就会对所见的美色产生贪爱、执着。有了贪爱、执着，心就会被束缚，产生种种欲望，就会收集抓取无穷无尽的美色，因此会升起贪欲，得不到就生气，或者想伤害别人。这些烦恼会削弱他的心，痛苦会一步步加剧，心离涅槃就越来越远。如果见了美色之后，却没有执着，保持正念，远离贪爱，心就不会被束缚，不会收集抓取美色，因此不会升起贪心、嗔心、害心。没有这些烦恼，心离涅槃就越来越近，完全断除了可爱。这就是世尊您所说的涅槃。如果耳朵听到声音，鼻子闻到香气，舌头尝到味道，身体接触到触感，意念感知到法，失去正念而执着于这些境界，内心就会产生喜爱和执着，坚固地抓住不放，各种欲望就会升起，就会收集抓取无穷无尽的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升起贪心、嗔心、害心，痛苦会一步步加剧，心离涅槃就越来越远。如果对这些境界不产生执着，保持正念正知，心不被染污，也不执着贪爱，欲望就不会升起，就不会向外界无穷无尽的收集抓取，没有贪心、嗔心、害心，痛苦会逐渐减少，心会渐渐接近涅槃，完全断除了可爱。这就是世尊您所说的涅槃。我就是这样理解的。说得很好，你真的理解了。罗摩迦子听了之后非常欢喜，顶礼后离开了。之后他证得了阿罗汉果。不容易啊，到了一大把年纪了，才发现自己走错了路。这些内容要结合自己的身心来观察。人们无论喜欢什么，看黄片、美食、购物、刷视频、追剧、盲盒，还有好多好多，其实都是各种瘾，都会念念不忘，接着会不断收集整理，在这个坑里出不来，不以为苦，反以为乐。当然，这样的言论在当前社会并不受欢迎，更不可能有流量扶持。没有这些瘾， GDP 怎么能再创新高？我们要扩大内需。好，感恩老师，感恩这位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。愿大家真正能把法应用在身心，实实在在的得到快乐，得到解脱。有问题找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，愿能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